大家好，我是面具人，今天要给大家带来3个消息，2个坏消息，1个好消息。算是好消息吧，也算是坏消息，都是和咱们的币有关系的啊。先来说坏消息吧，那就是以后玩这个 Axie 孵蛋的成本增加了。官方宣布，以后繁殖 Axie 用的这个 AXS 代币呀，从一次性用2个涨到了一次性用4个了。这次的 AXS 代币的上涨，直接导致了很多 Axie 里面的玩家开始提前大量的囤积 AXS 代币，也就直接导致了 AXS 代币的暴涨。AXS 代币连续3日的涨幅，每天都能够达到20%左右，已经从3块多涨到了5块多了，几乎是快翻倍了呀！而且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就是。马上到今年的第3个季度了，在今年的第3个季度和第4个季度之间呢 ，AXS 会出质押系统，到那个时候 ，AXS 就可以直接产生被动收益了。那效果就是杠杠的了，就类似于现在的蛋糕币，你放到那儿质押就能产生巨大的收益。别说面具人没提醒你们买啊，我可是在油管的会员社区里面说了很多次了。就算不是会员社区，公开的社区里面，我也说了很多次 Axie 和 AXS 了，节目我都已经做了10几期了。你们看啊，从最早的时候，狗狗币只有几分钱的时候，再到蛋糕币9块 ，SLP 0.8的时候，我都是在最低点位给大家吹过哨的，是不是？至于后面的人买高了，那只能怪你没有早点看面先知的节目，对不对？便宜的时候让你买，你不买，你怪谁啊？你觉得可能会再低，对不对？那结果呢？结果别人都涨了，别人都赚钱了，是吧？而且呢，你们看好时间点啊，看看我往期的节目，我都是在这些币起涨之前，我就提前给你们放消息，提前给你们吹哨了。现在这个 Axie 和 AXS 目前虽然来说还在上涨，而且呢涨势很猛，但是呢这才只是刚刚开始。不管是 SLP、Cake、Axie 和 AXS， 对不对？我都是提前吹过哨的，而且呀，在最近的这几天，我已经在油管社区里面每日更新 AXS、Axie 的交易资金增长的速度了。你们看啊，我这几天给大家公开记录的数据显示 ，Axie 的交易量、交易数据几乎是2天翻1倍。我第1天发的时候是2000个以太坊，第2天呢就是3000个以太坊，第3天呢日均交易量就已经达到了5000个以太坊了。这个增长速度怎么样？几乎是2天翻1倍呀，对不对？不信的可以去看看面具人每天记录的情况啊。这个 Axie 呀，它以后呀只会越来越贵，为啥呀？这个和人的心理有关，这个就要涉及到心理学了啊。面具人最擅长讲心理学，当然了，今天呢咱们就不能讲过多的复杂的心理学，只用简单的一句话给大家概括。因为大家都想把自己手里面的东西在出售的时候卖贵一点 ，Axie 也是同理。很多人他卖 Axie， 他肯定是想卖的更贵一点，所以呢 ，Axie 的价位也就是水涨船高，并且呢，随着游戏玩家的越来越多，那么 Axie 肯定还会继续涨呀，对不对？而且这个游戏好玩的话，能赚钱的话，就会让人们互相推广。顺便告诉大家啊，前天呢，面具人4个以太坊买的 Axie Land， 现在呢也已经涨到了10个以太坊了。最后一块在矿点附近的 Axie Land 目前是卖10个以太坊，我当时买是4个以太坊啊。我估计呀，很快呀，这个10个以太坊的 Axie Land 也会卖掉，为啥？不告诉你，咱们私下再聊。好，说了第1个坏消息了，也算是好消息的消息，那么接着嘞就要给大家来说一个真正的好消息了。还有一个坏消息呢，放在节目最后再说啊。先来说这个好消息，就是马斯克先生喊单 Baby Dog 了。马斯克先生今天下午发推特，这个推特里面显示啊，马斯克先生说 Doggy 嘟嘟嘟
，Baby Dog 嘟嘟嘟。那么这一张图片呢，这个推文呢，也就被网民解释成了马斯克先生喊单 Baby Dog 了。结果呢，直接就导致了 Baby Dog 疯狂上涨，短短的10几分钟啊，这个 Baby Dog 就上涨了20%，太吓人了。顺便呢说一下，你看面具人神奇不？我昨天刚在节目上盛赞过宝贝狗，结果呢，你看今天马斯克先生就喊单了宝贝狗 Baby Dog 了。哦，为啥？别问我是不是有啥内幕消息啊。不过呢，这个宝贝狗还有马斯克先生喊单宝贝狗的事情都上了大陆的新闻网站。那这样子来看的话，这个事儿就不简单了。大陆的新闻可是管制的很严苛的，能上大陆的新闻网站的新闻，可都是要上面领导点头审核过的。所以呢，这个 Baby Dog 还有马斯克和共产党现在的关系，哎呀，不简单，不简单，嘿嘿，钱是万能的嘛。哦，对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马斯克先生喊单 Baby Dog， 直接导致了 Baby Dog 的暴涨，是不是？可是呢，你面斯克喊单的效果也不错。Maskman 直接喊单 Axie， 你看最近这个 Axie 日常爆满，新增玩家的数量激增呀，每天的交易量也在猛增呀。这就是华语币圈里面最有影响力的主播面斯克喊单的效果。嘿嘿嘿，面具人我从来不刷假播放、假评论、假点赞哦。我这几万的播放量就是实打实的几万人在看，听懂了没？并不是说啊，我本身只有几百个播放量，然后呢，我刷上几百万的几十万的播放量给你们看，骗你们，对吧？面具人我是真真正正的，每天固定有至少2万的观众啊，绝无戏言。嘿嘿。所以呢，面具人能拉动 Axie， 直接导致你看面具人的观众大量的涌入 Axie， 直接每天都会挤爆 Axie 的服务器。开玩笑的啦，就算是面斯克喊单，也不可能有这么强的拉动效果的。面斯克也只是一个小网红。这个 Axie 暴涨人数猛增的原因，还是因为它的这个区块链生态的本身构筑的非常完善，非常强大，让有币的人不至于手中握着币，光等着利好消息等它涨，除此之外无事可做。所以呢，这就是面具人不再怎么推荐消息币的原因了。你看我现在基本上都是在推荐蛋糕币、Axie 这类有强大实用生态的币。为啥？很简单呀，我就问你，你说一个币它有消息了它就能涨，那万一它没消息了呢？就跌呗，对不对？而且没消息是常态，有消息的只是少数情况，对不对？还有呢，就是这些消息币的利好是不是大多都集中于特斯拉允许支付啦，这个商场那个商圈允许这个币支付啦，这样那样的，对不对？还是要回归实用性嘛。所以呢，对于消息币来说，没消息的话，它的生命力就会砍一半啊。对于消息币的投资，大家还是谨慎为妙，对不对？可是蛋糕币 Axie 不一样呀，它没消息了，没消息就没消息嘛，没消息你每天大家这么多人在玩呢，在孵宠物呢，在互相交易呢，对不对？在对战呢，对不对？还有扶贫呢，扶持那些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越南的那些贫穷人士，让他们也能玩一玩，这算是做公益吧，对不对？让他们玩了以后能挣点外快，这算是做公益吧？啊，多好的事情！这就是它的实用性，对不对？娱乐也是实用性，娱乐是人类必不可少的，所以呢 ，Axie 的价值才会在短时间内如此的暴增。好了，来说今天的最后一个坏消息啊，那就是交通银行国际控股表示，数字人民币是中国央行发行的主权货币，而比特币是基于分账式记账的信用结构。前者是中心化的主权货币，后者呢是去中心化的交易货币，两者其实并不兼容。并且呢，这个交行它还进一步表示，要加强对虚拟货币的监管，也是因为两种加密货币互不兼容。
数字人民币都已经成加密货币了，反正共产党就是这样，故意给你把水搅浑，让你理解不了。然后呢，搅着浑水，搅着，你就把钱被洗掉了。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力度和速度正在加快。在事实上呢，中国的消费者对虚拟货币并不陌生。当数字人民币得到进一步推广的时候，消费者面对的将会是一个非常高效的货币系统。听到了吧？这个新闻报道一会儿是说加密货币了，一会儿又是说数字人民币了，一会儿又说数字人民币是加密货币了。共产党就是这样，故意给你把一坨屎给你搅浑，搅浑了以后，然后呢再喂到你嘴里面，迷迷糊糊的吃下去。哼！党首先说数字人民币和虚拟货币不兼容，对吧？然后呢，党又说了，还有个新闻啊，你们听一听，大家仔细听好了。香港财政司司长说，他认为数字人民币将会为内地和香港居民提供便捷的跨境制度服务，后续将继续推动深化央行数字货币 CBDC 的使用研究。未来1年会在香港发行批发和零售用的加密货币，为此服务做准备。听到没？这句话你们仔细品一品。这篇新闻主要报道的是加密货币和数字人民币的关系，可是呢，在最后却又混淆了数字人民币和加密货币还有港元，还单独的强调了数字人民币对香港人或者是跨境支付的好处。听到这儿，你们应该能听明白是什么意思了不？应该能想明白了不？那就是数字人民币好呀，可是呢，港元怎么办？人民币怎么办？当然是通通的变成数字人民币啦，或者是变成呼之欲出的 CNDT 之类的稳定币。现在国家正在吹风呢，要推出自己的稳定币来对接加密货币市场。那这个就是迟早的事儿了，或者是国家直接简单的暴力的用数字人民币兑换你的狗狗币、比特币、蛋糕币，反正你肉身在墙内，你也走不掉。你的中心化就在墙内。什么叫做中心化？什么叫做去中心化？来，面具人，我给你演示一下什么是去中心化啊！来看好啊，就去中心化了，听懂了没？你人在，你就有中心。而且呀，你又离不开共产党的统治，对不对？你肉身就在墙内，枪指着你，你怎么都得听话，你走也走不掉。那你的钱被共产掉啊，被这个数字人民币给洗掉，变成什么玩意儿？还不是共产党一句话的事儿？不行，不服，抓你呀！你犯罪了，听懂没？你还别不信邪。面具人，我判断共产党的政策有多准，你们可以看看往期的节目，那些节目可都是历历在目的证据呀，对不对？我当时的预言和判断基本上都实现了，是不是？我当时说的共产党要搞各种各样的恶性政策，是不是都实现了啊？什么这个浮动的房贷利率，现在你看浮动房贷利率全涨了，可是呢，当时看面具人节目的，听了面具人一句劝的，没有选浮动利率的，现在呢，每个月至少省30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呀，还是要多看面具人的节目啊，别不信邪啊！我当时说了，二手房要锁盘不让卖，你看现在二手房都直接给你断贷了啊！我当时说要大力推进公租房，甚至呢把私人的房子也要共产掉，上交了，弄成集体公租房，是不是现在都一块儿开始改造了啊？鉴于面具人这个预判还是比较准的情况，那最后呀，咱们还要来说一说这个加密货币的走势，想必大家很关心这一块的内容。那么在接下来的1周时间呢，走势应该是利多大于利空，因为拜登的基建法案通过了，并且呢，共产党还沉浸在自己的100年大业中，也就是说，这段时间没理由出现一些大的波澜。如果有的话，那也最多是小幅度的上扬，或者是小幅度的下跌，不会出现大崩跌的，像上个月19号和前几天那个大跌一样。
在未来一周很难出现，概率很小，并且呢，未来的这一周如果能够平稳度过的话，那么下一周你们可就要小心了，知道吗？为啥？具体的咱们群里面再说。还有呀，再给大家血泪的推荐一次，为什么面具人要玩 Axie？ 为什么面具人要给大家推广 Axie？ 就是因为我在这个上面，我可以不用担惊受怕的就能赚到钱，听懂了没？别再犹豫了，赶紧上车！你怕啥嘛？这 Axie 本身它就是能卖的，你买来了，你每天玩它，你还能赚钱。就算你不想玩了，你把它卖掉，你卖的过程中你就能赚钱，还不算你玩它的过程中赚的这些钱。我的会员啊，还有自己倒卖 Axie 赚不少钱的人呢。总之呢，快选几只强的 Axie 上车吧。那至于具体的挑选方案和组队方案，还有呢一些赚钱的细节啊，屏幕下方有我的联系方式，给我发邮件或者加我的 Line。拜拜。